鳗鱼这种东西还是且吃且珍惜吧，毕竟正宗的日本鳗鱼店是越来越少了，能在东京发掘到这样的老店，还是算我幸运。又到了吃鳗鱼的日子，我现在好饿，我感觉我要死了。今天这个也是一家老店，在浅草。在日本，像这种比较正宗一点的鳗鱼店，一般都有很久的历史，看店里的装修和服务员的年龄你就知道了。然后这个菜单全是用毛笔写的画的，虽然很好看，但是读起来太吃力了。啊，いいです。今天的第一个前菜是烤鳗鱼干，大部分的鳗鱼店都会有这个菜，因为鳗鱼干有一种独特的苦涩的香味儿，苦香的还挺特别。然后这一碗是葱拌鳗鱼内脏，就不只是干了，感觉甚至有点像我们的卤味儿，只不过这是甜口的。然后今天的主菜来了，白烤鳗鱼茶泡饭，它这个还不是蒲烧鳗鱼，他家是在白味烤了之后，再在上面涂了一点梅子酱，这个做法非常日本，就是那种清新甘甜的味道。然后之前有人问我日本鳗里有没有刺儿，虽然说它没什么大刺儿，但它还是有一些很容易塞牙缝的小刺儿。作为刚才的鳗鱼饭，日本这种鳗鱼饭都有3种吃法，第一种就是直接吃，第二种就是茶泡饭，我最喜欢的一种。这个茶是有点接近抹茶的感觉，茶香味特别浓，然后米饭刚好能够冲淡茶的味道，然后再加上鳗鱼的炭火香味，这个味道特别的高级。鳗鱼还是要白烤才好吃。然后这份是传统的鳗鱼冬，最小份都是一匹，就是一根完整的鳗鱼，然后切成这个样子。不知道它那个最大份的是有几条鳗鱼，但因为这个是照烧酱，虽然它闻起来很香，吃第一口也很爽，但吃到后面还是会腻，所以我们就追加了一份金枪鱼寿喜锅。金枪鱼就是那种不管你怎么做都很好吃的鱼，我们点了一整盘，都够吃2锅了。它煮好之后的那个肉质仍然很嫩，咬下去还是有劲道的。哦，好嫩啊！再来一个香菇，已经吸满了汤汁，鱼肉的味道已经沁到里面了。果然嫩的鱼肉吃起来都像鸡肉一样，再加上这个咸到刚好的汤汁，再就这一碗芥末茶泡饭，你就会领略到日料的快乐。最后不要忘了用一个豆腐收尾，感觉自己还很健康。这种鱼汤豆腐是最好吃的。好啦，今天这顿阿基推荐指数8.5分，大满足，卡玩意儿。大家都知道日本人很喜欢吃鳗鱼饭，我们今天就探一家稍稍正宗一点的鳗鱼饭专门店。进门还看到了可爱的鳗鱼饭做法插画，这家店真的是只卖鳗鱼饭，连别的配菜都很少。店员上了一杯热茶和一杯冰水，说吃之前喝一杯茶是清理味觉用的。这家店连放筷子的都是小鳗鱼。先上了一份鳗鱼玉子烧，刚开始我还以为它只是淋了一层鳗鱼汁，没想到夹开之后里面居然有一整块鳗鱼。这种玉子烧我还是第一次吃，鲜嫩的鳗鱼加上鸡蛋的香味，味道还是非常独特的。再来一碗这个蒸蛋，当然这里面也是有鳗鱼的，鸡蛋是和鳗鱼一起蒸的，所以蒸蛋里也带一点鳗鱼的鲜味。我们点了鳗鱼饭也开始烤了，先上的是小份的普通鳗鱼饭，大概就是这个样子。然后这是我点的特级鳗鱼茶泡饭，茶泡饭在鳗鱼饭里面也是一种常见的吃法，这种吃法味道也会比较丰富。不过因为第一次来害怕吃不懂，我们还是请来的服务员为我们讲解一下。大概就是说要分为4个步骤吃，第一遍就是最普通的吃法，我已经闻到肥嫩焦香的鳗鱼味了，这种炭烤的味道就是很香。第2碗我们就用茶泡饭，茶只需要盖到碗的1/3就可以了。喜欢喝茶的朋友可以多加一点，这种茶有一点点抹茶的味道，但又比抹茶清淡，正好中和了酱汁的甜味。鳗鱼本身很软糯，加上很强的炭火香气，最后再带上一点茶的芬芳，不得不说这个味道还是很高级的。唯一的不足就是分量比较少，但总体感觉餐厅的环境、服务和味道还是很不错的。阿基推荐指数9分，卡玩意儿。这家的鳗鱼饭也算是了了我一个心愿，我发现这种店能开几百年还是有它的道理的。因为我来日本之后还没有去吃过比较老字号的鳗鱼店，所以今天就来探一家年份比较久远的专门店。进门看到几个老阿姨，我就对这家店的口味很放心了。店里就是那种统一的100年老店装修风格，菜单都是手写的白纸黑字，基本上等于没有。讲了半天，点了一杯爷爷泡的茶和一份极上重的鳗鱼盖饭，极上重就指的是鳗鱼最多的那个版本，吃起来特别过瘾。套餐里面还带了一个鳗鱼厚蛋烧，我一直很喜欢吃这个，特别是鳗鱼的味道进到那个蛋里面之后，太绝了。然后这家鳗鱼饭有个很大的特点，就是炭火香味特别浓，可能这就是济州备长炭的好处。师傅把表皮烤得特别的脆，但是鳗鱼的肉又是紧紧连在一块的，秘制的照烧酱和炭火香气合在一块的时候，我就很想感叹鳗鱼饭果然是日本最伟大的发明之一。然后除了这种鳗鱼盖饭，还有一种就是普通的鳗鱼烧，这种套餐里面一般都包含了几种不同的吃法，泡着吃、烤着吃和秋葵一块吃，都是不同的感觉。不过男生点一个上重，我觉得就差不多了，极上还是有点腻。阿基推荐指数8.5分，卡玩意儿。